一位35岁的年轻主管不烟不酒，没有三高病史，饮食看起来规律又节制。他不喝手摇饮，不吃甜食，连零嘴都很少碰。每天加班完，他总会去夜市吃个热腾腾的小吃，慰劳自己。早餐就一份超商三明治配拿铁，午餐就一碗肉羹面或一份甜不辣，晚餐就一个排骨便当，认认真真的过日子，自认饮食非常健康。可是最近半年，他开始觉得走路容易喘，胸口闷闷的，偶尔还会心悸，整个人非常疲劳，假日怎么补眠都还是很累。他最困扰的是频尿，而且小便泡泡多到不正常。他以为只是压力大或暂时疲劳，直到一次例行健检报告出炉后，医师当场沉默了下来。报告显示，除了高血压跟蛋白尿之外，他的肾丝球过滤率只剩下58分，已经退化到慢性肾脏病的第3期。更恐怖的是，影像检查显示，他的血管竟然出现大范围钙化。35岁，年纪轻轻的男性，血管已经开始一块一块变硬变脆。医师形容那画面就像是体内的血管正在悄悄地长出骨头来，从柔软的水管一寸一寸变成干裂的水泥管。这就是台湾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最近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揭露的真实案例。他用一句话总结这位年轻人的悲剧：全身血管骨头化，肾脏正在发出求救讯号。问题来了，这位年轻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他既没有三高，又不爱吃甜，怎么会在35岁就走到血管骨头化的地步？答案就藏在他每天吃的那5种台湾最受欢迎的街边小吃里。今天这集影片，我们要把这5个隐形杀手一个一个摊开来看，看看你今天的午餐和晚餐到底在你的身体里埋下了多少颗定时炸弹。要理解这个故事，我们得先认识一个你可能听过但从来没放在心上的东西，叫做磷酸盐。先别急着滑掉，因为这东西比你想象的可怕100倍。我们从小到大，几乎所有营养师都在教我们，吃太咸会伤肾，钠摄取太多会洗肾。于是大家都很乖，看到盐分就会闪，看到腌制品就会皱眉。可是你知道吗？比盐更隐形，比钠更直接，伤害更狠。肾脏科医师甚至称它为食品添加物之首的，从来都不是钠，而是磷酸盐。磷这个东西本来在我们身体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矿物质，它的含量在人体中仅次于钙，主要存在我们的骨骼和牙齿里，帮忙构筑我们的支架。它也参与我们细胞里所有的能量代谢。没有磷，我们连走一步路的能量都产生不出来。一个健康成年人每天大概需要摄取800毫克的磷，青少年发育期可以拉高到1000毫克，成人摄取的上限是4000毫克。这听起来空间还很大，对吧？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你只吃天然食物，根本不可能吃到超标。猪肉、牛肉、鸡肉、鸡蛋、豆类、坚果、全谷，这些天然食物里的磷叫做有机磷。有机磷被人体吸收的比例，植物来源大概只有10到 30%， 因为它以植酸的形态锁在种子里。动物来源大约是40到 60%。 换句话说，吃天然食物，你身体真正吸收进去的磷其实没有那么多。可是现代食品工业把磷做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叫做无机磷酸盐。这个版本的磷没有被任何蛋白质或纤维锁住，它就以盐类的形式直接被加进食品里。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营养部主任金惠明曾经明确指出，加工食品里这种无机磷的人体吸收率几乎是 100%。 你看，差距就出来了。同样是1克的磷，如果它来自一块新鲜的猪肉，你只会吸收个4到6成，但如果它来自一颗贡丸的添加物，你会把它整个 100% 吞下去。而且更阴险的是，这些无机磷酸盐进入人体之后，不需要经过分解，不需要经过代谢，它们直接就化生成血液里的游离磷酸根，绕着你的血管全身跑。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会觉得，磷酸盐不是合法添加物吗？政府允许的东西能多可怕？我们来看一个冷酷的数字，台湾的食品法规
允许磷酸盐作为品质改良剂，使用上限是每公斤3克。当作节着计时，肉制品和鱼肉炼制品的上限同样是每公斤3克。这个量看起来很合理，对吧？问题是，当你早餐一个三明治，午餐一碗肉羹，下午一杯奶茶，晚餐一份排骨饭，宵夜再来一份甜不辣，这些合法的磷酸盐就会像细水长流一样，一点一滴累积在你的血液里。台湾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做过调查，依照国人每日饮食指南，光是天然食物每天就会吃进大约1300毫克的磷，如果再加上加工食品的添加，每天磷摄取量很容易就飙到建议摄取量的2-3倍，甚至更多。这个道理就跟反式脂肪一模一样，你还记得吗？反式脂肪一开始也是被当作神奇好东西，到处都用，到处都加，后来才发现它是慢性杀手。磷酸盐现在就走在反式脂肪当年的老路上，它没有立即的毒性，它不会让你马上倒下，可是它会用10年、20年、30年的时间，把你的血管慢慢变成骨头，把你的肾脏一点一点榨干。问题是，这些磷究竟跑去哪里了？它们去了你最不该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揭晓的第一个恐怖机制——血管骨头化。先讲一个你直觉上很难相信的事实：我们的血管原本是一条柔软有弹性的水管，可以随着心跳扩张和收缩，把血液送到全身每个角落。可是，当血液里的磷浓度长期偏高，血管会发生一件超科幻的事情。研究发现，高血磷会让血管平滑肌细胞发生身分转换，这在医学上叫做骨化转分化。原本是肌肉细胞的它们，会逐渐开始表达骨骼相关的基因，例如 RUNCH2 和 BMP2 整个变成像骨头一样的成骨细胞，然后它们会开始在血管壁上沉积羟基磷灰石，这个东西就是骨头和牙齿的主要成分。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你的血管细胞不是坏死，也不是发炎，它们是真的活生生地把自己当作骨头来经营了起来。一旦这个过程启动，血管壁会像钟乳石一样慢慢长出钙化斑块，整条血管会变硬、变脆，失去弹性。原本一个耳光就能撑开的弹性水管，变成一根敲下去会裂开的硬陶瓷。这就是为什么洪永祥医师会用血管骨头化这4个字来形容。它不是比喻，它是字面上的真实。你的血管细胞正在长成骨细胞。2025年发表在顶级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篇研究指出，超过一半的包装及加工食品都含有磷酸盐添加物，而这已经成为被严重低估的饮食危机。研究进一步证实，血磷浓度升高与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死亡风险呈现显著相关。国际上多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更直接得出结论，当血磷浓度超过每分公升 4.3 毫克，发生尿毒症的可能性会增加 188%， 每升高1毫克，整体死亡风险增加 18%， 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增加 10%。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那我又不是慢性肾脏病患者，我的肾还好好的，是不是就没事？大错特错，这就是磷酸盐最可怕的地方。肾脏科医师形容肾脏就像一台不能更换零件的精密滤水器，即便受损 70%，它也不会喊痛，不会抗议，不会给你任何明显的讯号。等到你开始觉得疲倦、频尿、小便有泡泡、走路会喘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慢性肾脏病的第3期、第4期，甚至更晚。刚才那位35岁的林先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磷酸盐推进地狱的。他觉得自己很节制，他觉得自己的饮食很正常，可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正在用一种看不见的方式，把他的血管慢慢变成一根硬邦邦的骨头。接着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台湾是全世界出名的小吃王国，街边巷尾、夜市夜摊，每一口都是儿时记忆，每一口都是台湾人的骄傲。可是当医师仔细翻开这些国民美食的成分背后，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心碎的真相。这5种台湾人最爱的街边小吃，正是隐形磷酸盐的集大成者。第一种，鱼浆类制品，
这是磷酸盐的最大重灾区，没有之一。台湾人去夜市，谁没吃过甜不辣？谁没喝过一碗热乎乎的鱼丸汤？谁没在火锅里下一盘贡丸黑轮？这些东西吃起来 Q 弹、爽脆，咬下去还会回弹，那种口感就是台湾味。可是你想过吗？鱼肉本身根本不可能那么 Q， 你买一块新鲜的鲷鱼，捏一捏就化掉了，怎么可能变成那种敲在桌上会弹起来的丸子？答案就是磷酸盐。为了让鱼浆在滚烫的热汤中可以久煮不烂、久泡不糊，并且维持那种惊人的弹牙感，业者会在鱼浆里添加大量的磷酸盐类结着剂与保水剂。根据肾脏科医师估算，这类鱼浆制品每100克的磷含量可以高达150到250毫克。也就是说，当你咕噜咕噜的把一碗甜不辣汤喝干的时候，你不是在喝鱼高汤，你是在喝一碗浓缩的磷酸盐精华液。台北荣总护理部的卫教资料写得很直白，磷酸盐是水溶性的，当你把鱼丸、贡丸、黑轮丢进汤里煮，它们身上的磷酸盐会快速释出溶解到汤里，所以那碗看起来清清爽爽的汤，根本就是磷酸盐的浓缩液。一颗贡丸，一口甜不辣，加上一碗热汤，轻轻松松就把你今日磷摄取量推上去300到500毫克。问题是，这些都是无机磷，吸收率100%，你的肾脏根本来不及把它们排出去。曾经有业界从业者私下透露，现在台湾市售的火锅料几乎没有不加磷酸盐的，因为这已经变成业界默认的标准配方。如果你做的贡丸不 Q， 你的店根本开不下去。所以这已经不是某个黑心厂商的问题，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共同选择。当你爱吃 Q 弹口感，当你愿意为这种口感掏钱，业者当然就会去满足你。第二种，嫩化肉羹与现炸排骨，这个更厉害。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路边摊的肉羹，那块肉怎么会嫩到入口即化，弹牙又多汁？而便当店的排骨明明炸得金黄酥脆，咬下去里面的肉还是嫩到不行。这背后其实有一个业内公开的秘密，叫做嫩肉粉。这种嫩肉粉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各种磷酸盐复合物，它的原理是利用磷酸盐改变肉类肌纤维的结构，破坏蛋白质的紧实连结，让水分更容易被锁在肉里，同时让肉的口感变得松软。严格来说，它是合法的，是食品改良剂的一种。可是你想想看，当一块原本要30块的猪肉被抹上嫩肉粉以后，可以保水增重 20-30%， 吃起来又比同等级的肉嫩3倍，业者怎么可能不用？所以你在路边摊点的那一碗肉羹，那一块现炸大排骨，你以为你吃进去的是肉的香气，其实你吃进去的有一大部分是磷酸盐锁住的水。每一份排骨便当的磷酸盐摄取量，医师估算可能高达150毫克以上，而那一碗滚烫的肉羹汤，更是把磷酸盐全部溶解后，一口一口喝下肚。你说肾脏能不哭吗？而且嫩肉粉的问题还不只在于磷酸盐，它还会破坏肉本身的营养结构，让蛋白质变性。你以为你吃了一块高蛋白的好肉，其实你吃下去的是一块被工业化处理过的质地松散又含磷量爆表的廉价蛋白质。最讽刺的是，那位35岁的林先生，他的午餐就是肉羹面，他的晚餐就是排骨便当，他每天吃的就是这个。他不知道，他以为的养生其实是磷酸盐的双重打击。第三种，蓬松酥脆的炸物，这个是不是让很多人吓了一跳？地瓜球这么可爱，这么淳朴的小吃，怎么也能跟磷酸盐扯上关系？咸酥鸡又怎么会伤肾？关键不在地瓜，也不在鸡肉本身，而是在那层裹粉。台湾的杂物摄人心魄之处，就在那种一咬下去咔嚓一声，外酥内软的口感。为了达到这种蓬松又持久的酥脆，业者通常会在裹粉里添加复合蓬松剂，而这些蓬松剂里头常见的成分就有磷酸氢钙、磷酸二氢钠、酸性胶磷酸钠等等磷酸盐家族成员。它们的功能是在油炸的瞬间产生大量气泡，让面衣膨胀起来，形成那种空气感的酥皮。
地瓜球里头那种神奇的中空鼓起来的口感，背后也有蓬松剂的功劳。你想想看，一颗小小的地瓜球放进油锅里，会神奇的膨胀3-4倍，最后变成一颗中空的圆球。这在物理上根本不可能单靠地瓜本身做到，它就是靠蓬松剂里的磷酸盐和小苏打反应产生的二氧化碳撑起来的。咸酥鸡那层厚厚的，咬起来脆到耳朵都会响的酥皮，更是磷酸盐家族的杰作。那种酥皮即使放凉了还是脆，下雨天还是脆，因为磷酸盐会帮助酥皮锁住水分结构。一份咸酥鸡外加一些米血、甜不辣、四季豆，你吃下去的不只是高油高盐，还是一份磷酸盐大全套。当你以为你只是放纵了一下热量，实际上你的血管壁已经悄悄又多沉积了一层磷酸钙。最让人心痛的是，这些炸物摊的老板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他们手上拿的果粉里有什么，他们只是去食材行买回来的调好的粉，照着比例下做出最受欢迎的口感。整个产业链把问题隐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第4种，久煮不糊的面食，这个你可能听都没听过。为什么很多市售的拉面、乌龙面下到滚水里煮个5-6分钟还是 Q 弹不烂？反观你家自己煮的面条，煮个3分钟就糊掉了，答案还是磷酸盐。在制面的过程中，添加磷酸盐类可以强化面筋的弹性，让淀粉与蛋白质结构更紧密，于是面条就具备了一种神奇的能力，叫做久煮不糊。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很多市售的米制品上，米苔目、板条、年糕、汤圆的某些版本，为了维持那种 Q 弹不化的口感，也会用上磷酸盐。台湾街边的面摊，一锅汤从早煮到晚，面条捞起来还是条条分明，这背后不是师傅功夫多了得，而是磷酸盐在背后撑场面。一碗面下肚，你以为你只是吃个淀粉，可是那碗热汤里溶出的磷酸盐正一路杀进你的血管。再想想台湾人最爱的珍珠奶茶，那颗颗 Q 弹的珍珠粉圆，为什么煮再久还是不会散？为什么放在饮料里几个小时还是有嚼劲？同样是磷酸盐，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的许廷珍博士早就提过，磷酸盐用在米制品和淀粉类食品中，可以提高 Q 度和防腐效果。这个 Q 度二字就是台湾人的软肋，我们爱 Q， 我们追求 Q， 我们把 Q 弹当作美食的最高境界，可是这个 Q 弹是用磷酸盐和你的肾脏换来的。第5种，勾芡浓汤类，这个是最阴险的一种。台湾人爱喝汤，爱喝那种一碗下去暖到心底的浓稠汤品，酸辣汤、肉羹汤、牛肉羹、贡丸汤、西式餐厅的玉米浓汤、蘑菇浓汤、海鲜巧达浓汤，每一种都是台湾人的精神粮食。可是你想过吗？这些汤为什么会这么浓稠？大家直觉以为是太白粉或玉米粉勾出来的芡，没错，太白粉是基本款，但要让那碗汤放在桌上半个小时还不反水、不分离、不变稀，光靠太白粉是办不到的。业者会在汤包、调味粉里添加各种磷酸盐类的稳定剂，包括聚磷酸盐、焦磷酸钠等等。它们的功能是抓住水分子，避免久放后出现反水现象。除此之外，市售的浓汤包、柴鱼粉、大骨粉本身也常常含有磷酸盐作为品质改良剂，所以当你舀起一勺热乎乎的酸辣汤，那浓稠滑顺的口感里头藏着的不只是太白粉，还有大量会直接溶解进你血管的无机磷。肾脏科医师讲过一句很重的话，许多小吃的磷酸盐与钠都溶于汤汁之中，少喝2口汤就是对肾脏最大的温柔。可是台湾人吃饭不喝汤，那叫什么吃饭？我们从小被妈妈教育，饭后要喝汤，把肠胃顾好。我们去吃自助餐，最后一定会配一碗免费的酸辣汤。我们去牛排馆，一定会把那碗玉米浓汤喝干。我们去喝喜酒，一道道汤品端上来，不喝完还会被长辈念。整个饮食文化都把汤摆在中心位置，可是这个汤恰恰是磷酸盐浓度最高的地方。到这里，我们把5种街边小吃都拆解完了，你发现了吗？这5种食物几乎涵盖了你从早到晚的饮食。早餐你可能就一碗甜不辣热汤配个面，午餐一碗肉羹面或排骨便当，
下午茶一份地瓜球或咸酥鸡，晚餐再一份酸辣汤加水饺。台湾人的饮食习惯根本就是磷酸盐地狱级的组合拳。不要忘了，这还没有算上你早上喝的那杯3合1咖啡，加的奶精里也有磷酸盐，没有算上你下午买的铝箔包饮料，没有算上你晚上配具的洋芋片、饼干、巧克力，没有算上你便利商店买的鲜食和泡面。台湾人每天的磷酸盐摄取量超标2-3倍，根本是日常。所以你现在能不能理解为什么台湾会被称为洗肾王国？我们来看一组让人心碎的数字。台湾慢性肾脏病的盛行率高达 11.9%， 仅次于日本和美国，全球第3。可是真正惊悚的是，台湾的洗肾盛行率世界第1，每100万人口就有3429人在洗肾。全台目前正在洗肾的患者超过9万人，平均每8个台湾人就有一个有肾脏慢性疾病。而这些洗肾患者每年吃掉了健保6到 7% 的支出，金额超过449亿元。更吓人的是，潜伏的慢性肾衰竭患者推估超过200万人，差不多每10个台湾人就有一个肾脏已经在偷偷出状况。这个比例高到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比得上。原因有很多，糖尿病、高血压、乱吃药都有。可是当医师深入分析这些洗肾患者的饮食习惯，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几乎都是长期外食族，他们几乎都吃了大量的加工食品和街边小吃。磷酸盐就是把台湾人推向洗肾深渊的那双看不见的手。这也是为什么洪永祥医师会这么急迫地跳出来呼吁。在他的门诊里，30多岁就血管钙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多，40多岁就要开始准备洗肾的患者一年比一年多。这已经不是少数几个倒霉鬼的故事，这是整个世代正在面临的灾难。你或许觉得自己离洗肾还很远，可是当你看完今天这集影片，当你了解了这些事实，你应该认真检视一下自己的饮食，因为肾脏一旦走到那一步，回头的机会就微乎其微。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从此不能再去夜市了吗？难道从此排骨便当再也不能吃了吗？肾脏科医师洪永祥提供了一份专业级的自救指南，我把它整理给大家。第一招，先烫再煮。磷酸盐具有水溶性的特质，你买回来的火锅料，黑轮、贡丸、香肠，在正式下锅之前，先用一锅滚水汆烫个3到5分钟，再把那锅烫过的水倒掉，然后重新加新汤下去煮。这样一个动作可以滤掉大约1半的磷酸盐负担，光是这一招就能帮你的肾脏省下无数力气。所以下次你在家煮火锅的时候，记得先准备2个锅，一锅烫料，一锅煮汤，把这个习惯养起来，全家人的肾脏都会感谢你。第二招，少喝汤，少沾酱。我知道这对台湾人来说很违和，吃肉跟面不喝汤，吃甜不辣不喝汤，根本是违反人性的事情。可是你必须认清一个现实，那些汤不是养生的，那些汤就是磷酸盐含钠的最终蓄水池。所有汤品的精华恰好就是肾脏最害怕的东西。当你决定少喝2口汤，你就是在拯救你的肾。沾酱也是一样，许多酱料为了维持风味与稳定，也添加了磷酸盐。能不沾就不沾，酱油碟那一勺勺看似清淡的调味料，可能都在偷偷推升你的血磷浓度。第三招，优先选择原型食物。原型食物就是看得出来原来模样的食物。一片新鲜的猪肉片比一碗加工过的肉羹好，一只烤鸡腿比一份咸酥鸡好，一块清蒸鱼比一碗甜不辣好，一碗白饭加卤蛋青菜比一碗素食面好。当你眼前的食物已经被剁碎、搅泥、塑形，再油炸过好几道，那它8-9成已经被加了一堆磷酸盐。记住一个原则，越接近食物原本的样子，越安全。下次点外时多花10秒钟看看那个食物有没有经过工业处理，这10秒钟的判断可能就是决定你10年后身体状况的关键。第四招，多喝水。磷的代谢主要靠肾脏，而肾脏需要充足的水来帮忙排掉那些化学添加物。每天2000毫升的饮水量是给肾脏的基本配备。注意是白开水，不是手摇饮，不是含糖饮料，更不是运动饮料。最简单最便宜的白开水
就是肾脏最好的清洁剂。第5招，定期检查血磷浓度。一般成年人血磷的正常值是 2.5 到 4.5 毫克每分公升，超过这个范围就要警觉。年过40岁的朋友，每年体检加上一个血磷检查，几百块钱，买的是你10年后还能不能不洗肾的那张保险。这项检查在大多数的健检套餐里都不是必选项目，你必须主动加选。但相信我，这几百块钱可能是你这辈子花得最值得的健康投资。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让人很有感触的观察。在那位35岁林先生的故事里，最后的结局其实是有救的。在医师的指导下，他把外食频率降下来，不再每天鱼浆肉羹甜不辣，多吃原型食物，每天多喝水，配合医嘱服药，3个月后再回诊，他的血磷浓度回到正常，肾丝球过滤率甚至从58分进步了20分，血压和蛋白尿也都下降了。肾脏虽然不能更换零件，但它有一个非常善良的特质，当你愿意放它一马，它也会尽力修复自己。问题只在于你愿不愿意给它这个机会。2026年的这个春末夏初，台湾的夜市依旧灯火通明，路边摊依旧热闹滚滚，每一个你爱吃的小吃摊老板依旧用着最朴实的笑容，把那一碗碗热腾腾的食物端到你面前。这些食物本身没有恶意，那位老板也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按照业界的标准在做生意。可是当你读完今天这一集影片，当你了解了那5种小吃背后藏着的隐形杀手，你下次再走进夜市的时候，你的眼神会不一样。你会多想2秒，你会少喝1口汤，你会多选一份原型食物，你的肾脏会在某个你听不到的角落安安静静的谢谢你。我们不是要你从此不吃小吃，台湾的饮食文化是这座岛屿最珍贵的资产之一，那是几代人累积下来的味道。我们要你做的只是聪明选择，一周吃1次甜不辣，跟一周吃5次甜不辣，对肾脏的影响可以差到10倍。1个月去1次夜市，跟每天去夜市，肾丝球过滤率的退化速度可以差到1倍。健康从来都不是要求你过圣人般的生活，健康只是要求你做出比较聪明的选择。当你了解了真相，当你知道每一口背后的代价，你自然会做出更平衡的决定。